1997年深秋，首尔街头的梧桐叶被寒风卷得簌簌作响。韩国第一银行总行大厦里，行长办公室的台灯彻夜亮柱，玻璃幕墙外，汉江水面倒映出股市崩盘的血色余晖。此时距离泰国泰铢崩盘不过数月，亚洲金融危机的海啸已吞没韩国，韩元对美元汇率从800:1狂泻至1300:1，股市市值腰斩，7家财阀集团接连破产，政府外汇储备仅剩79亿美元，连偿还短期外债都捉襟见肘。这家曾被视为韩国金融皇冠上的明珠的银行，此刻正沦为坏账的深渊。账本上堆积着 5.1万亿韩元，约 42.5亿美元的不良贷款，相当于资本金的 200%。更致命的是，韩国银行业特有的政府担保文化早已病入膏肓。银行向财阀发放贷款时，从不考察还款能力，只看政府眼色，而当企业破产，政府又不得不动用纳税人的钱填坑。这种恶性循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，终于演变成系统性灾难。1. 被迫开门。当国家陷入卖银行的绝境，我们需要外国投资者，就像溺水者需要救生圈。1997年12月，韩国总统金大中在青瓦台紧急会议上的这句话道尽了国家的无奈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580亿美元救助计划如同一剂苦药，附带的条件锋利如刀，必须将国有化的韩国第一银行和汉城银行出售给外资，以此推动金融体制改革。消息一经公布，街头立刻爆发抗议，带著抵制卖国标语的人群包围了国会大厦，釜山造船厂的工人举住宁要破产不做殖民地的横幅游行。在这个曾被日本殖民35年的国家，外资控股触碰着最敏感的神经，但政府已别无选择。如果拒绝 IMF， 第二天就可能发生主权债务违约，整个国家信用将彻底崩塌。此时，一家名为新桥的美国投资机构嗅到了机会。这家成立仅3年的私募股权公司，由破产银行拯救专家庞德曼创立，其核心团队刚在德州完成对濒临破产的美国储蓄银行的重组。1998年10月，新桥执行合伙人丹伟健随庞德曼踏上汉城土地，他们随身携带的是一份好银行、坏银行分拆方案，将韩国第一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到政府设立的坏银行，新桥只收购剔除坏账的好银行，并注入资本金使其重生。2. 破冰谈判，在民族主义与政治漩涡中找平衡。首场谈判在金监会狭小的会议室里展开。庞德曼刚说完分拆方案，金监会主席李宪宰就皱起眉头，把银行卖给外国人，民众会把我们吊死在汉城市政厅门口。这位曾在美国留学的经济学家深知改革必要，却也清楚民意的烈火随时可能将它吞噬。新桥的破局点藏在股权结构设计里，他们提出与政府按 51%、49% 持股，政府可按比例分红，但放弃控制权。这不是收购，而是共同重建。单伟健在谈判中反复强调，如果未来银行盈利，韩国纳税人能拿回 49% 的收益，这不是卖国，是止损。这个巧妙的设计既满足了 IMF 要求的外资控股，又给政府留了向民众交代的面子。但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当谈判进入实质阶段，保守派官员的抵制如潮水般涌来。金监会突然换帅，新上任的南里宇局长公开宣称外资都是吸血鬼，甚至单方面与汇丰银行签署汉城银行收购协定，试图用国际大银行压价新桥。更棘手的是，街头抗议升级，右翼团体在新桥驻汉城办事处前投掷燃烧瓶，媒体每天头条都是银行贱卖论，民众将政府此前注入的 5.1 万亿韩元与新桥的1万亿韩元投资对比，认定这是用100块卖走价值1000块的资产。单伟健在书中回忆那段日子，每次走进谈判室都像走进硝烟弥漫的战场。韩国官员前一天答应的条款，第二天可能就因国会质询而推翻。我们不得不一边跟金监会磨，一边跟舆论战，还要防备财阀在背后捅刀子。3. 手术刀式改革，颠覆韩国银行业的基因。1999年圣诞夜，当新桥正式接管银行时，迎接他们的是一群眼神狐疑的韩国高管。有人私下嘀咕，美国人能懂韩国的人情社会。但新桥团队用雷霆手段证明，他们要的不是入乡随俗，而是彻底的基因改造。第一天上班，人力资源总监就被要求拿出行长级别的薪资方案，目标是从花旗、汇丰挖来高管。这在等级森严的韩国银行业简直是地震。本土银行连部门经理都论资排辈，如今竟要给外国人开出3倍于现任行长的年薪。更震撼的是绩效改革，30年工龄的老主管因业绩不达标被降职，28岁的海归硕士却被提拔为信贷部副总监。这里不再按年龄发工资，而是按能力。新任 CEO 鲍勃·巴纳姆在全员大会上扔下这句话，台下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。
传统银行贷款审批是一把手工程，行长一个电话就能决定是否放款。新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总部设立独立风控委员会，所有超过100亿韩元的贷款必须通过5道关卡，行业分析师先做压力测试，电脑模型再跑3遍违约概率，最后由外籍风控总监签字。曾经靠关系拿贷款的财阀们傻了眼，三星集团的贷款申请竟因负债率过高被驳回，这在过去简直不可想象。发现零售贷款占比不足 10% 时，新桥团队向发现新大陆。他们从美国请来零售银行专家，在江南区开设首家一站式金融超市，客户进门就能办房贷、信用卡、理财，全程电子化操作。为了说服家庭主妇们贷款，他们推出妈妈信用卡，附带儿童保险和超市折扣。针对年轻人开发手机 App 即时查账，这在2000年的韩国简直是科幻场景。到第一年年底，零售贷款占比飙升至 40%， 利润结构彻底改变。4. 资本凯旋，当问题银行变成香饽饽。2004年春天，首尔明洞商圈的咖啡馆里，渣打银行亚太区总裁正在翻阅韩国第一银行的尽调报告。当看到不良率 2.1%、资本充足率 14.5% 的资料时，他放下咖啡杯，转向助手：我们必须拿下这家银行，它的风控系统比我们在伦敦的还要先进。此时的韩国第一银行早已不是5年前那个靠政府书写的病号，资产规模扩张至 43.5万亿韩元，零售客户突破500万，利润连续3年增长超 30%。更让国际资本惊叹的是其数位化程度，决策科学部开发的信用评分模型能在10分钟内给客户打完分，自动审批率高达 70%， 这种效率连花旗银行都望尘莫及。竞标大战异常激烈，汇丰开出 30.75 亿美元，渣打咬到 32.5 亿美元，最终新桥选择了后者。这个曾被韩国民众诅咒的外资掠夺者，用5年时间让9亿美元的投资变成33亿美元，更留下一个脱胎换骨的银行体系。2004年平安夜，单伟建在出售协议上签字时，窗外飘起了雪花。他想起谈判最艰难的时刻，李现宰曾对他说：如果10年后韩国人感谢我们，那才是真正的成功。5. 超越交易，一场改变国家基因的实验，这场资本游戏的真正价值远不止于财务回报。当新桥退出时，韩国第一银行已成为整个亚洲的改革样本，它打破了政府兜底的恶性循环，证明市场机制可以修复金融体系。它引入的绩效文化冲击了韩国职场的年功序列制，倒逼本土企业改革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证明在危机中，外来资本可以成为改革的催化剂，只要用对方法。单伟建在书中写下这样一段话：人们总以为私募股权是冷冰冰的资本游戏，但在汉城的5年让我明白，真正的投资是重塑信任，对市场规则的信任，对专业能力的信任，甚至对一个国家未来的信任。当我们剥离坏账时，剥离的不仅是数字，更是旧体制的惯性。当我们注入资本时，注入的不仅是资金，更是新秩序的基因。如今，当人们走过首尔如意岛的渣打韩国第一银行大楼，很难想象这里曾上演过怎样的惊心动魄。但历史总会记住一些细节，那个在谈判桌上用仓库与宝石比喻解释估值逻辑的中国金融家，那群把客户至上刻进银行 DNA 的改革者，以及这场用资本撬动的改变一个国家金融命运的实验。这或许就是金钱博弈的终极启示，资本的力量从来不是掠夺，而是创造。当它与智慧、勇气和对未来的信念结合时，甚至能让濒临死亡的经济体重获新生。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今天，这个发生在20世纪末的故事依然闪烁着穿越时空的光芒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。如果对您有启发，记得动动你们的发财的小手，点个赞哟。我们下期的听世界不见不散。